女孩仗着自己千金大小姐的身份，捡了一个帅气的男人当哥哥，却不知道哥哥是一个偏执又变态的病娇，每晚都要偷偷抱着她才能入睡。女孩一直以为哥哥只是对自己过度关爱，直到有一天，她突然发现哥哥的房间内贴满了自己的照片，甚至收集了所有她曾经用过的物品。她惊慌的想要逃跑，可她不知道的是，自己的一切都在哥哥的掌控之中。此刻深夜的别墅寂静无声，月光透过纱帘在沈念之的卧室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女孩的房门被人悄无声息地推开，一个高大的身影顿时出现在门口。男人赤着脚踩在地毯上，没有发出一点声响，而他的右手则拿着一个微型摄像头。他的目光扫过房间，最终定格在床头柜上方的装饰画框上，因为那里可以完美俯瞰整个房间，可以完美的拍到女孩的所有。将摄像头放好后，他缓步走向床榻。月光下，沈念之蜷缩在被子里的身影显得格外娇小。顾四在床边坐下，指尖轻轻描摹她的轮廓，眼底翻涌着暗色。睡梦中的沈念之无意识的皱眉，微微偏头躲开男人的触碰。顾四低笑一声，掀开被子，一脚躺了进去，动作熟练的将人搂进怀里。女孩温软的身体立刻贴上来，像往常一样在他胸口蹭了蹭，寻找最舒适的位置。这个下意识的依赖动作取悦了他。顾四收紧手臂，将人牢牢锁在怀中，他的唇贴上女孩敏感的耳垂，声音低哑的近乎危险：“乖宝，除了哥哥，你谁都不能嫁。”睡梦中的沈念之似乎感知到什么，身体轻轻颤抖，而顾四的手顺着她的腰线滑下，他的呼吸渐渐粗重，灼热的气息喷洒在女孩的脖颈间。你只能嫁给哥哥。他的吻落在沈念之紧闭的眼睑，顺着鼻梁一路向下，最后停在那张总是说出让他失控话语的唇上。乖宝，你知道哥哥有多想你吗？他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欲念，手指穿过沈念之的长发，每天看着你，却不能。他的话没有说完，所有的一切都落实在行动中。许久之后，顾四终于停下动作，他低头吻了吻沈念之的发底，声音里带着艳足的沙哑：“等哥哥回来。”临走前，顾四将女孩身上的蕾丝小衣和小裤脱下来，揣在手里，又从衣帽间拿出新的给她换上。房门轻轻合上，卧室重归寂静，只有监控摄像头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弱的红光。次日清晨，顾四一身黑色定制西装坐在机舱内，修长的手指翻阅着平板上的资料，金属袖扣在晨光中泛着冷冽的光泽。主子，最新情况。霍缺躬身递上一份加密文件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陈家那边出事了。”顾四眼皮都没抬一下，指尖在平板上滑动，说：“陈奇已经开始对老爷子下了死手。”霍缺喉结滚动，幸好我们安插在陈家的眼线及时发现。顾四突然轻笑一声，眼底却一片冰寒，还真是虎毒不食子。老头子现在怎么样了？霍缺面无表情道，危在旦夕。顾四神色依旧冷漠，不用管，他们爱怎么闹就怎么闹，现在还不到时间收网。别墅内，顾四走后，沈念之就开始给他制作领带架，一连几天都在顾四的书房里待着。而另一边的海城酒店的总统套房内，顾四正坐在单人沙发上，手里拿着平板，欣赏着画面中的女孩。顾四目光紧紧地盯着女孩的背影，才几天，他已经开始想她了。他看着另一只手上紧紧捏着的小裤，那上面的味道已经散了许多。他目光凝望着视频里的人，关上平板，起身来到行李箱，拿出一件蕾丝小衣，将头埋了下去。乖宝，我想你了。沈念之此刻正仔细端详着手中玉石的颜色，那温润的色泽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，这是他要给哥哥做领带用的。接着他又转身到衣帽间，拿起一条准备搭配的领带，领带与玉石的颜色刚好很配，仿佛天生就是一对。他突然想到，自己好像从来没认真留意过哥哥的领带有什么颜色。于是沈念之脚步轻快地往顾四的卧室走去，轻轻推开顾四房间的门，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沈念之环顾着周围的布局，径直走到衣帽间，很快就找到了存放领带的位置。就在他刚要转身离开的时候，眼尖的瞥见衣帽间的一个抽屉里有一个蕾丝边冒了出来，那形状像极了小衣肩带。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疑惑，沈念之的脚步不由自主的就朝着抽屉走去。他缓缓伸手将抽屉拉开，顿时他的眼睛瞪得滚圆，眼里满是不可置信。抽屉里整齐地摆放着十几条小衣，每一条都是他曾经丢失的。一瞬间，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，那些消失的内裤呢？这个想法刚冒出来，他就立刻伸手打开另一边的抽屉，果然抽屉里也有好几条小裤，只是数量比内衣少。他呆呆地看着这些贴身衣物，心中的疑惑已经渐渐变成了震惊和慌乱，瞬间就想起好友的话：“你哥哥对你有别样的心思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用力关上抽屉，却在转身时不小心撞到了衣帽间的门框，发出一声闷响。沈念之猛地回头，发现衣帽间最里侧的旋转门无声地打开了一条缝隙，露出一条向下的楼梯。直觉告诉他下面藏着更可怕的秘密。犹豫片刻后，他颤抖着迈出了脚步。啪！感应灯随着他的脚步一盏盏亮起，楼梯尽头是一个宽敞的地下室。当灯光完全亮起时，沈念之的瞳孔骤然收缩，四面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他的照片，从他10岁的孩童模样到18岁成人礼上的惊艳亮相，再到最近的照片，每一张都被精心装裱，按时间顺序排列。最让他毛骨悚然的是18岁以后的区域，偷拍他在浴室擦头发的背影，熟睡时睡衣滑落的肩带，甚至还有顾四抱着他时在他看不见的角度拍下的亲密照片。变态！沈念之捂住嘴，胃里一阵翻涌，他踉跄着后退，却不小心碰倒了角落的柜子，一个精致的檀木盒摔在地上，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，全是他用过的小物件，发圈、唇膏，甚至用过的丝巾。沈念之再也忍不住，扶着墙干呕起来，泪水模糊了视线，他跌跌撞撞地往楼梯跑去。可他没发现的是，就在他转身的瞬间，密室右上角有一个闪烁的红色光点，咔！密室门在他身后无声关闭，仿佛刚刚的一切只是错觉。沈念之逃命似的冲回自己房间，砰地甩上门，手指颤抖着反锁了3圈。他靠着门滑坐在地上，怎么会这样？他喃喃自语，泪水无声地砸在地毯上。那些被过度保护的记忆突然有了新的解释。那么，那些他以为只是噩梦的夜晚，模糊中感觉到的触碰。想到这里，沈念之猛地站起来，胡乱抹掉眼泪。不行，我不能留在这。老
宅，对，回老宅。沈念之以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，只带了手机、证件，衣服一件也没带。可是刚下楼就看见风离和风岸出现在大厅，沈念之的后背瞬间绷紧，他强忍住颤抖，冷声道：“这次不用你们跟着。”风离上前一步：“小姐，爵爷吩咐过，您出门必须。”够了！沈念之突然提高音量，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尖锐：“你们到底是谁的保镖？听我的还是听他的？听您的。”风离低头，却暗中给风岸使了个眼色。沈念之头也不回地往外走，临出门前突然转身：“谁都不许跟着，我已经跟哥哥说过了，就去陪奶奶几天。”这句话他说的斩钉截铁，却在转身时差点被自己的脚步绊倒。看着沈念之离去的背影，风离立刻拿出手机，压低声音：“主子，小姐独自回老宅了。”电话那头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，顾思的声音冷得像冰：“她一个人，为什么不跟着？小姐不让，还说已经跟您报备过了。”风离的额头渗出冷汗，他今天情绪很不对劲，好像哭过。沉默几秒后，顾思的声音突然变得异常平静：“去老宅附近守着。”是，属下明白。风离挂断电话，立刻和风岸驱车追了上去。海城总统套房里，顾思修长的手指在平板上快速滑动，屏幕的冷光映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，勾勒出凌厉的轮廓。监控画面显示，15分钟前，沈念之跌跌撞撞地冲进房间，反锁了3道门锁后瘫坐在地上。顾思轻轻摩挲着屏幕上那张泪湿的小脸，眼底翻涌着心疼与疯狂交织的情绪。切换到走廊监控画面中的沈念之从他的房间里仓皇逃出，脸色惨白得像见了鬼。顾思的眉头越皱越紧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他迅速调出密室监控。高清画面里，沈念之颤抖着抚摸墙上照片的模样，看到收藏柜时惊恐后退的反应，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。啪！平板被猛地合上，顾思垂手低笑，肩膀微微抖动，笑声从喉间溢出，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瘆人。发现了啊！他抬起头，眼底的病态占有欲如潮水般涌出。我的乖宝真聪明，本来想再等等的。他轻声呢喃，像在诉说情话。既然被发现了，突然他抄起手机拨通或缺的号码，声音冷得可怕。安排最早的飞机回帝都。挂断电话后，顾四走到落地窗前，海城的夜景璀璨如星河，却映不进他漆黑的眼眸。他解开衬衫最上面的扣子，呼吸有些急促，难怪要跑回老宅，也不知道吓坏没有。我的乖宝。沈念之看到沈老夫人的那一刻，眼泪立马就忍不住掉了下来，赶忙过去抱住沈老夫人。沈老夫人心疼地替他擦了擦眼泪，好端端怎么哭了？沈念之将脸埋在沈老夫人肩头，声音闷闷的：“没事，奶奶，我就是想你们了。哥哥出差了，我一个人害怕。”沈老夫人慈爱地拍着他的背：“想奶奶了就来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”沈念之鼻子一酸，眼泪又涌了上来。只有在老宅，他才能找回一丝安全感。深夜，月光透过纱帘，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沈念之紧紧攥着背角，脑海中不断闪回那些照片，那些被收藏的贴身衣物。他想要睡，可是怎么也睡不着。而另一边，凌晨2点半的响婉庄园内，顾四的皮鞋踏在大理石地面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他径直走向衣帽间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。原本整齐摆放的小衣被翻得乱七八糟，吓成这样，他捡起一条淡紫色的蕾丝小衣，眼底暗潮汹涌。密室的旋转门无声开启，顾四漫步在贴满照片的墙前，指尖抚过那些偷拍的瞬间。婉婉，他的声音温柔的渗人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顾四捡起一件被撞翻在地的发带，对着月光端详，脸上带着扭曲的微笑。你以为逃到老宅就安全了？第二天，沈念之洗漱完后，带着一身困倦来到客厅准备吃早餐。可是刚一下楼，他整个人就愣在了原地，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顾四正坐在餐桌旁，修长的手指正优雅地包着一颗水煮蛋，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他身上，勾勒出完美的侧脸轮廓。囡囡，愣着做什么？快过来吃早餐！沈老夫人慈爱地招手。沈念之深吸一口气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他在心里拼命安慰自己，也许他还不知道自己发现了那些秘密呢。他强迫自己迈开步子，在离顾四最远的位置坐下。可是刚拿起筷子，手就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，啪嗒一声，筷子掉在桌上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顾四轻笑，伸手想帮他捡。我自己来。沈念之猛地缩回手，声音尖得吓人。看到爷爷奶奶疑惑的目光，他慌忙解释：我手有点麻。顾四收回手，尽是温柔模样。婉婉昨晚没睡好吗？沈念之咽了咽口水，努力让声音平稳。哥哥不是要出差1周吗？这才5天，怎么就回来了？公司的事提前解决了。顾四慢条斯理地擦了擦手，想着要给你办生日宴会，就提前回来了。他微微轻声，声音带着危险的温柔。婉婉不开心。沈念之的后背紧贴着椅背，强扯出一个笑容：我哪有，只是没想到哥哥回来这么快，就阿四疼你。沈老夫人笑着拿出一个精致的礼盒，你看，每次回来都给你带礼物。礼盒打开，里面是一对红宝石耳坠，正是沈念之之前在电话里随口提过的款式。宝石在晨光下熠熠生辉，却让他想起密室里那些被珍藏的纪念品。谢谢哥哥。他声音发颤，根本不敢抬头看顾四的眼睛。婉婉，沈老爷子突然开口，阿四给我和你奶奶报了旅游，我们要出去玩几天，等你生日再回来。什么？沈念之猛地抬头，爷爷，我也想去，他不能一个人留在这里，绝对不能，他害怕。你啊，就好好在家。沈老夫人拍拍他的手，奶奶等你生日就回来。是啊，沈老爷子笑道，而且我是和你苏爷爷、傅爷爷他们去的，你们年轻人跟着多无聊。顾四适时插话，声音温柔的可怕。好了，爷爷奶奶又不是不回来。沈念之死攥着餐巾，指节泛白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出发？吃完饭就去。沈老夫人给他加了个小笼包，机票都订好了。这么快？沈念之的声音几乎变了调。沈老爷子兴致勃勃地说，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，趁这次要多玩会儿。吃完早饭过后，沈念之和顾四目送着2位老人离开，而现在老宅就只剩下沈念之和顾四2个人了。沈念之刚想说话，顾四便开口，走吧，回家了。看着爷爷奶奶的车渐行渐远，沈念之感觉喉咙发紧，他悄悄后退半步，强作镇定地说，哥哥，我想在老宅住几天。顾四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袖口，阳光在他俊美的脸上投下阴影。老宅的
人都放假了，没人照顾你。沈念之呼吸一滞，这分明是借口。老宅常年都有佣人值守，怎么可能突然全部放假？顾四肯定什么都知道了。婉婉是不想回响婉庄园吗？顾四突然俯身，温热的呼吸喷洒在他耳畔。沈念之浑身一颤，慌忙摇头，没有我这就去收拾东西。他转身就要往楼上跑，却被顾四一把扣住手腕，不用麻烦了。他轻笑着，手指暧昧地摩挲着沈念之的腕骨。我已经让风离把你的东西都拿过来了。沈念之猛地抽回手，强忍着恐惧，故作镇定地说：“我自己去拿。”说完，他快步走向门口，却在看到院子里的情形时僵在原地。风离正站在车旁，手里还拿着他的包包。乖，上车。顾四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他身后，声音温柔得令人毛骨悚然。沈念之咬紧下唇，机械地走向车子。他故意选了最靠边的位置，整个人几乎贴在车门上，与顾四保持着最远的距离。顾四交叠着长腿，目光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他紧绷的侧脸。怕我？他突然开口，声音低沉。沈念之的指甲深深陷进掌心，强撑着摇头，没有。顾四低笑一声，突然轻身过来。沈念之吓得往后一缩，后脑勺咚地撞上车窗。疼不疼？顾四伸手想碰他的头，却被他猛地躲开。别碰我！沈念之终于崩溃，声音带着哭腔。车内的挡板无声升起，将后座隔绝成一个私密空间。顾四凝视着缩在角落瑟瑟发抖的沈念之，眼底翻涌着病态的占有欲。躲什么？他忽然伸手，一把将人捞到自己腿上。沈念之拼命挣扎，却被他铁钳般的手臂牢牢禁锢。冰凉的手指抚上他泪湿的脸颊。顾四的声音温柔得令人毛骨悚然。婉婉今天怎么了？这么怕哥哥？放开沈念之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双手抵在他胸前用力推举。你别碰我！顾四恍若未闻，指尖暧昧地摩挲着他的耳垂。让我猜猜，婉婉躲着我是因为发现了我卧室里的秘密，对吗？沈念之浑身一僵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他看着眼前这张熟悉又陌生的脸，曾经温柔的哥哥此刻像头盯上猎物的野兽，所以婉婉是怕了。顾四低头，薄唇几乎贴上他的耳廓，才逃回老宅。哥哥，你不能这样！沈念之的声音细若蚊蝇。为什么不能？顾四突然掐住他的下巴，强迫他抬头。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可你在沈家户口本上。沈念之绝望的挣扎，我们是兄妹。顾四突然低笑出声，指腹碾过他颤抖的唇瓣。乖宝，你恐怕不知道。顾四凑近他耳边，一字一顿道：我从未入过沈家户口。沈念之瞳孔骤缩，不可能，爷爷明明说过，那是骗你的。顾四亲吻他滑落的泪珠，舌尖尝到咸涩的味道。我18岁那年就告诉老爷子，我永远不会进入沈家的户口本。他要进也是在娶到他的婉婉之后，光明正大的进去。沈念之瞬间如坠冰窟，原来这些年他一直在处心积虑的谋划。婉婉，顾四突然扣住他的后脑，声音暗哑。既然都发现了，哥哥也不想再装了。天旋地转间，沈念之被他按着跨坐在他腿上，车子在将婉庄园门前停下。沈念之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顾四打横抱起。放开我！他拼命挣扎，指甲在顾四脖颈上抓出几道痕迹。顾四恍若未觉，抱着他大步穿过庭院。哥哥，你要带我去哪？沈念之声音发抖，看着越来越近的主楼，恐惧如潮水般涌来。顾四依旧沉默，脚步却转向了2楼，他的卧室方向。不要！沈念之突然剧烈挣扎起来，双腿胡乱踢蹬。哥哥，求求你！砰！房门被狠狠踹开又重重关上。为什么？他哽咽着问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顾四将他搂得更紧，薄唇贴在他泛红的耳尖上。因为婉婉是我的。他轻轻咬住那小巧的耳垂。从你7岁那年，你把我捡回来的那一刻，你就只能是我的。沈念之浑身剧烈颤抖，泪水浸湿了顾四胸前的衬衫。他拼命摇头，发丝凌乱地贴在泪湿的脸颊上。不是这样的。他的声音支离破碎。我捡你回来是把你当哥哥。顾四的眼神骤然阴鸷，掐着他腰肢的手猛地收紧。哥哥，他冷笑一声，我不只要当你的亲哥哥，我还更贪心，我更想当你的丈夫，可你日夜缠绵。沈念之突然剧烈挣扎起来，指甲在他手臂上抓出几道痕迹。顾四，你放开我！你这个变态！顾四的瞳孔骤然收缩，眼底闪过一丝危险的暗芒。他松开钳制，指腹缓缓摩挲着自己被挠伤的地方。他明明笑着，声音却冷得像冰。胆子大了，乖宝，现在连哥哥都不喊了。沈念之趁机撑起身子，颤抖的手掌带着风声狠狠甩过去。啪！清脆的巴掌声在卧室里炸响。顾四的脸被打得偏过去，额前碎发垂落，遮住了他瞬间阴鸷的眼神。沈念之僵在原地，掌心火辣辣的疼。他看着顾四白皙的侧脸上渐渐浮现的指印，心脏几乎停跳。他居然打了哥哥！顾四缓缓转回头，黑曜石般的眸子里翻涌着令人窒息的暗潮。他舌尖顶了顶发麻的颊肉，突然低笑出声，修长的手指抚上自己发烫的脸颊。顾四的眼神变得幽深，婉婉是在给哥哥挠痒痒吗？他猛地将人拽回怀里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他的腕骨。沈念之疼得抽泣，却倔强地瞪着他。爷爷奶奶要是知道了，不会放过你的。顾四突然掐住他的下巴，拇指重重碾过他颤抖的唇瓣。婉婉还是这么单纯。他俯身在他耳边低语，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敏感的耳后。爷爷奶奶还在旅游了呢，暂时回不来。他每说一个字，手指就收紧1分，就算回来了。顾四突然松开钳制，看着怀里人惊惶的模样，笑得温柔又残忍。他们也不会知道。沈念之的眼泪砸在他手背上，滚烫的像要灼穿皮肤。他不知道的是，爷爷奶奶早就默许了这件事情，甚至他的干妈也早已答应。顾四眸色一沉，毫无预兆地将他打横抱起。你放我下来！沈念之在他怀里剧烈挣扎，可纤细的手腕被他单手牢牢扣住，动弹不得。顾四对他的反抗充耳不闻，抱着他径直走向餐厅。餐桌上早已布满精致菜肴，冒着丝缕热气，可是这精心准备的一切反而让沈念之心底发寒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他被安置在餐椅上，气得浑身发抖，眼眶通红。然而下一秒，顾四竟将他抱起，安置在自己腿上，双臂如铁钳般将他死死禁锢在怀中。我饿了。他低下头，灼热的呼吸喷洒在他的耳廓。陪我吃饭，你自己不会吃吗？沈念之挣扎着想逃离这过分
份亲密的姿势，却被他更紧地按回怀里。不行，他薄唇几乎贴上他的耳垂，低哑的嗓音带着不容置喙的强势。乖宝陪着，饭才香。这个称呼让沈念之浑身一颤，羞愤交加。你不要脸！顾思语气忽然放软，仿佛带着一丝委屈。我今天早上都没吃，很饿。沈念之的动作僵住了。偌大的餐厅里只剩下两人交缠的呼吸声。顾思拿起一块切好的西瓜递到他唇边，他却紧抿着唇，倔强地扭过头，不吃。顾思眸色骤然转暗，还不等沈念之反应，他便将西瓜含进自己嘴里，猛地扣住他的后脑，狠狠吻了上去。他惊恐地瞪大双眼，甜腻的西瓜汁液伴随着他强势的气息，瞬间侵占了他的全部感官，直到他肺里的空气被尽数掠夺，濒临窒息。顾思才意犹未尽地退开。顾思用拇指开去他唇角湿润的痕迹，声音沙哑的可怕，婉婉真甜。屈辱的泪水终于决堤，沈念之攥紧拳头，发疯似的捶打着他坚实的胸膛。你这个变态疯子！顾思不闪不避，任由他发泄，直到他累得脱力，才捉住他的手腕，在泛红的指节上落下轻柔一吻。打够了，那该吃饭了。他舀起一勺汤，吹凉后递到他嘴边，眼神危险的眯起，是要我用刚才的方式喂你，还是自己吃？最终，沈念之颤抖着张开嘴，这哪里是哥哥，分明是恶魔。就在这时，霍缺的身影打破了餐厅里令人窒息的氛围，他恭敬的垂首，爵爷，公司有急事。顾思眼中的温柔瞬间褪去，化为一片冰冷的漠然。顾思在他额头印下一个亲吻，语气温柔，在家乖乖等我。前肢一松，沈念之立刻像受惊的兔子般弹开，临走时还不忘狠狠踩了他一脚，头也不回的冲上楼梯，咬牙切齿的低咒，鬼才等你。顾思立在原地，慢条斯理的整理着袖口，目光却追随着那道仓皇的身影，唇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。可一走出别墅大门，他脸上的笑意便荡然无存，瞬间阴沉如水。调暗格的警卫过来，加强别墅安保，告诉所有人不准小姐踏出别墅一步。他顿了顿，眼底闪过一丝狠厉，谁敢放她出去？后半句话的含义让霍缺已是冷汗涔涔。是。与此同时，沈念之砰的一声甩上卧室门，手指颤抖的将门反锁了3圈，才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，仿佛刚逃离猛兽的追捕般大口喘息。他瘫坐在地毯上，手指无意识地揪紧裙角，必须逃出去，否则迟早会被那个疯子生吞活剥。爷爷，对，找爷爷。他猛然想起，急忙抓起床头的平板，颤抖着点开沈老爷子的视频，屏幕上却冷冰冰的显示对方正在忙，请稍后再拨。他不死心，又接连拨给祖母、母亲和闺蜜，结果全都一样。顾四，沈念之气的将平板砸在床上，他竟然切断了他所有的对外联系。他跌跌撞撞地冲进衣帽间，拖出一个积灰的行李箱，胡乱地往里塞着衣物。坏顾四，烂顾四。他一边收拾，一边咬牙切齿地咒骂，眼泪却不争气的大颗大颗滚落。变态，神经病！满柜子的珠宝首饰在灯光下熠熠生辉，他只犹豫了一瞬，便将它们全部扫进包里，抽噎着自我安慰，反正都是沈家买给我的，不是他的。目光落在梳妆台昂贵的护肤品上时，他皱了皱鼻子，带着一丝孩子气的赌气，算了，等出去让爷爷给我买新的。与此同时，行驶的轿车内，顾四正垂眸看着平板上的监控画面，屏幕里沈念之正一边抹着眼泪，一边手忙脚乱地收拾着行李，嘴里还不停地碎碎念着，活像一只被惹急了的奶猫。呵，他低笑出声，还真想跑。看着他那笨拙又气鼓鼓的模样，顾四眼底的阴鸷竟渐渐化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宠溺的暗毛。小姑娘这副样子，实在可爱的紧。闹吧！他慵懒地靠在真皮座椅上，喉结微动，声音里满是势在必得的笃定。反正你也逃不掉。别墅里2个大行李箱很快被塞得满满当当，沈念之试着提了提，却发现他纹丝不动。他咬着唇，不甘心地换了个小号的箱子，结果在楼梯口依旧提不动，烦死了！他气得一脚踹向箱子，密码箱咚咚咚地滚下楼梯，在寂静的别墅里显得出奇的大声。陈琳惊讶地看着滚到脚边，箱口大开的行李，有些困惑。小姐，您这是？沈念之僵在楼梯口，脑子飞速运转，声音虚得连自己都不信。这些衣服旧了，我不要了。陈琳捡起一件当季新款，表情微妙地看了看上面的吊牌。小姐这是要离家出走啊？他强忍着笑意，假装认真的点头。那我帮您收拾吧。不用不用。沈念之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，飞快地冲下楼，手忙脚乱地将散落的衣物连同珠宝胡乱塞回箱子，拉链都来不及拉好，就拖着他往大门冲去。陈琳站在原地没动，满是无奈，反正外面有人守着，小姐是出不去的。果然，沈念之气喘吁吁地跑到大门前，刚要伸手推门，眼前便突然一暗，叶安高大的身影不知何时已挡在门前，将他完全笼罩。你干什么？他下意识后退半步，声音不自觉地发颤。叶安面无表情地重复着命令：小姐，爵爷说过，您不能出别墅。你说什么？沈念之瞪大双眼，声音陡然拔高：这是我家，我想去哪就去哪。抱歉，叶安寸步不让，这是爵爷的命令。连日来的委屈与愤怒在这一刻彻底爆发。沈念之猛地抬头，死死盯住外墙上那个冰冷的监控摄像头，将行李箱往地上一摔。顾四，你凭什么不让我出去？他指着摄像头，声音带着浓重的哭腔，破口大骂：我要告诉爷爷你虐待我，不给饭吃，还囚禁我，你这个控制狂，变态！整个别墅瞬间安静的落针可闻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这可是头一回有人敢直呼主子的全名，还骂得如此不堪入耳。沈念之越骂越气，看见喷泉边的鹅卵石，便冲过去抓了一把，奋力朝监控砸去。我要让爷爷罢免你的职位，让你去喝西北风，把你赶出沈家。石子啪的一声砸在墙上，离目标差了108000里。他更气了，转头看见不远处的风离，立刻冲了过去。我的手机呢？风岸默默后退半步，小声回答：小姐，您的手机在爵爷那里。沈念之彻底绝望，将密码箱甩在原地，气冲冲地跑回房间，重重关上门，整个人扑进柔软的大床。他把脸深深埋进枕头里，压抑的呜咽与断续的咒骂一同溢出：混蛋顾四，王八蛋，变态！枕头很快被泪水浸湿，他翻了个身，抓起另一个枕头狠狠砸向墙壁。就会欺负我，仗着比我大就为所欲为，骂声渐弱。连日的惊惧与疲惫如潮水般将他淹没，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。
足，他便带着未尽的一语沉沉睡去。当夕阳的余晖将房间染成暖金色时，顾四推门而入，他一眼就看见了床上蜷缩着的小小一团，鞋子都未脱，白皙的脸颊上还挂着干涸的泪痕，长睫随着呼吸轻轻颤动，睡得极不安稳。他无声地走到床边，单膝跪下，修长的指腹轻柔地开去他脸颊的泪痕，动作与眼底翻涌的占有欲截然相反。看着眼前睡得正香的人儿，顾四思绪纷飞。月光如水的深夜，苏母突然严肃地开口：“顾四，我们能谈谈吗？关于芝芝的。”顾四微微颔首：“可以。”夜风拂过玫瑰园，带着淡淡的花香。苏母在喷泉旁停下脚步，声音低沉：“你应该知道我找你单独谈是为了什么吧？”顾四站得笔直，月光为他锋利的轮廓镀上一层银边。伯母，请说。你喜欢芝芝？这不是疑问句，而是陈述句。是，他回答的毫不犹豫，嗓音低沉而坚定。苏母深吸一口气：“那他知道你的心思吗？”不知道。苏母望着水面上破碎的月光，仿佛在组织语言。当他再次开口时，声音里带着压抑的颤抖：“你应该知道，芝芝的母亲是林家的大小姐。林家的人除了老爷子，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”他攥紧了披肩的流苏。老爷子还在的时候，沈家和他们还有些往来。自从老爷子去世后，两家就彻底断了关系。我和小婉自小就是闺蜜，他们夫妻出事后，芝芝才7岁。他的声音哽了一下，整整半年，那孩子一句话也不说，小小的一团蜷缩在床角，谁劝都没用。顾四的指节泛白，喉结艰难地滚动。这些往事他都知道，但每次听到都像有把刀在心上搅动。我是看着他长大的。苏母的眼泪在月光下闪烁，从他会说话开始，我就是他干妈。看到他那样，他突然捂住嘴，肩膀微微发抖，眼神空洞得像个布娃娃。我抱着他说话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就死死抱着小婉他们的照片，不哭也不闹。顾四站在原地，像一尊沉默的雕像，只有剧烈起伏的胸膛泄露了内心的波澜。后来他慢慢好起来，开始黏着你。苏母擦了擦眼角，露出一丝苦笑。我那时候天天往沈家跑，变着法子给他做好吃的，看着他一点点长大。他突然直视顾四的眼睛，在我心里，她就是我的女儿。小婉不在了，我要替她照顾好芝芝。顾四迎上他的目光，声音沙哑却坚定：苏伯母，我这辈子就图一个沈念之，其他的我都不在乎。你可以做到这辈子只有她一个人。苏母向前一步，只宠着她一个，我做得到。喷泉的水珠溅落在苏母的裙摆上，晕开深色的痕迹。她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：顾四，我知道我没什么立场质疑你对芝芝的感情。他的眼神突然变得锐利，但如果他也喜欢你，而你又对他好，那我放心把他交给你。顿了顿，声音陡然转冷：但如果你敢伤害他，我就算豁出整个苏家，也会跟你斗到底。她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既然叫我一声干妈，我就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。她的声音哽咽了，没有哪个母亲受得了自己的女儿受苦。顾四缓缓抬起眼眸，声音低沉而沙哑，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压出来的。伯母，我是婉婉捡回来的。夜风突然静止，喷泉的水珠悬停在半空般凝固。苏母看见他垂在身侧的手在微微颤抖，那是这个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男人极少展露的脆弱。那年冬天，要不是他执意让沈爷爷把我带回去，顾四的声音哽了一下，喉结上下滚动，我早就在那场大雪里。沈念之的突然惊醒打断了他的回忆。女孩迷蒙睁眼，软软的唤了声哥哥，醒了。顾四唇角勾起，别睡了，不然晚上该睡不着了。沈念之瞬间清醒，想起自己还在生气，急忙向后缩去，却被他一把捞回怀中，牢牢禁锢，不让我抱。他的声音带着危险的温柔，你放开我。沈念之用力挣扎，抬脚就要踹他。顾四轻而易举地制住他乱踢的小腿，低沉的笑声响在他的耳畔，今天还没闹够，我开着会，可把你骂我的话听得一清二楚，那是你活该。沈念之气得像只炸毛的猫，谁让你关着我？顾四眸色一沉，俯身逼近，灼热的呼吸喷洒在他颈间。那婉婉要不要听听哥哥为什么关着你？他浑身一颤，下意识别过脸去，却被他捏着下巴强行转了回来，因为他的拇指暧昧地摩挲着他的唇瓣，声音沙哑，哥哥猜到婉婉不会乖，总想着逃跑。你变态，偷藏我的。沈念之的眼眶又红了，羞愤地说不出那个词。顾四替他说，笑得肆意，婉婉穿过的自然都是我的。沈念之羞愤交加，抬手就要打他，手腕却被他轻松扣住，压在头顶。他的指尖顺着他纤细的脖颈缓缓下移，沈念之吓得僵住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你敢？婉婉觉得我不敢。他低笑一声，不再言语，猛然低头在他精致的锁骨上留下一个清晰的齿印。沈念之惊叫出声，眼泪瞬间滚落，疼。顾四舔去那滴泪珠，声音温柔，这才到哪？所以乖宝骂也骂了，现在也该付出代价了。哥哥是要收费的。滚烫的唇带着惩戒的意味重重附上，霸道的攻城略地，吞噬沈念之所有的呼吸与反抗，直到他濒临窒息，顾四才稍稍松开。记住，顾四用鼻尖抵着他，呼吸灼热而急促，再骂我就吻你，1个字，10分钟。沈念之眼眶通红，被欺负到极致的倔强涌了上来，我就骂烂哥哥、坏哥哥、变态。婉婉真是不长记性。顾四低笑一声，再次封住他的唇，这一次的吻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深更重。他刻意延长着这个惩罚，直到他缺氧般抓紧了他的衣领，才终于松开。看着他红肿的唇瓣和迷离的泪影，他满意的舔了舔嘴角，声音暗哑，还要继续吗？沈念之急促的喘着气，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却再也不敢说一个字。乖宝怎么不说话了？他用拇指轻轻按压着他红肿的唇，像在欣赏自己的杰作。见他只是别过脸去，他又笑了，那就再来一次。眼看他又要吻下来，沈念之终于崩溃，慌忙伸出小手捂住他的嘴，声音带着哭腔求饶：哥哥，我错了。顾四的拇指依旧在他唇上摩挲，眼底暗流涌动，错哪了？我不该骂哥哥。他的声音细若蚊蝇，长长的睫毛不住轻颤。还有呢？顾四步步紧逼，我会乖乖的。他缩着脖子，像只受惊的小鹿。顾四低笑，指尖缠绕着他的一缕发丝，他比谁都清楚他骨子里的犟脾气，此刻的乖顺不过是权宜之计。那你到底要怎样？他抬起湿漉漉的眼睛，佯装委屈。顾四眸色骤沉，突然扣住他的后颈，鼻尖抵着他，气息如滚烫的烙印。很简单，乖乖待在哥哥身边，做哥哥的爱人。沈念之呼吸一滞，心脏狂跳不止。不急，顾四仿佛
佛看穿了他的惊骇，亲吻他的发底，乖宝可以慢慢考虑，在你20岁生日那天，我要答案。沈念之垂下的眼帘掩盖住一闪而过的狡黠，正好生日那天爷爷奶奶就回来了。他故作乖巧的点头，那好。顾四唇角微勾，他怎会看不出他的小心思？但他有的是耐心与他周旋。不过沈念之鼓起勇气，在这期间你不能对我动手动脚。不行。他斩钉截铁，俯身在他耳边低语，温热的气息惹得他浑身战栗。给你时间考虑，已是最大的让步。要是婉婉不听话，修长的手指突然掐住他的软腰，哥哥可是会提前收利息的。沈念之死死咬住唇，不敢再出声。顾四满意的看着他敢怒不敢言的模样，松开前置，乖，去洗把脸，哥哥带你吃晚餐。他使劲去扒顾四环在腰上的手，却纹丝不动。你不放开我，我怎么去？他气鼓鼓的瞪着顾四，顾四玩味的收紧手臂，低头凑近亲我一下。我不要，那我亲你。他气得直跺脚，最终只能飞快的在顾四的脸颊上啄了一下，像只被惹急了的小猫。可以了吗？顾四眼底闪过一丝得逞的笑意，终于松开手，一得到自由，沈念之脚底生风般冲进卫生间，反锁了门。他靠在门上，心跳如肋骨，看着镜中满脸绯红、唇瓣微肿的自己，又羞又恼。混蛋！他低声咒骂，打开水龙头，拼命往脸上泼着冷水，直到顾四在门外敲了2次，沈念之才磨磨蹭蹭的打开门。不料他刚踏出一步，身体便腾空而起，被他结结实实的横抱入怀。他下意识搂住他的脖子，随即反应过来，羞恼的挣扎起来。你干嘛又抱我？顾四稳稳的拖着他，一步步走向楼梯，脸上是全然的无辜。以前不都这么抱？婉婉这是介意了。顾四故意收紧手臂，让他更紧的贴着自己，温热的呼吸喷洒在他耳畔。还是说婉婉在想什么不该想的事？你胡说！被戳中心事的沈念之恼羞成怒，捶着他的肩膀，放我下来，我自己会走。不放。他的声音低沉而温柔，不容置喙。闹了这么久，累了。沈念之气结，干脆把脸埋进他肩窝里装鸵鸟。楼下的佣人早已悄然退下，偌大的餐厅只剩下他们俩。顾四径直走到餐桌旁，却并未将他放下，而是自己先坐下，然后让他坐在自己腿上，手臂依旧牢牢地环着他的腰。看这架势，是没打算放他走吗？沈念之索性破罐子破摔，反正从小到大也没少这样做过。想吃哪个？顾四柔声问。他毫不客气地指向不远处那盘清蒸鲈鱼。顾四便夹起一块鱼肉，耐心细致地挑干净每一根细刺，才将鱼肉送到他嘴边。他张口吃了，又指向麻辣小龙虾。生气归生气，饭不能不吃，更何况被人伺候着吃饭的感觉并不赖。见他不再闹腾，顾四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几分。这小姑娘就是这样，闹归闹，却从不肯委屈自己的胃。顾四耐心地喂她吃完一整碗米饭，又用纸巾细细擦去她嘴角的油渍，这才准备自己动筷。然而他刚夹起一块自己爱吃的菜，就对上了怀里小姑娘的目光。顾四忽然低笑一声，指腹蹭过她唇角不慎沾上的酱汁，声音染上几分蛊惑：婉婉喂哥哥好不好？你自己没手吗？沈念之耳尖一热，下意识想躲，可是哥哥想让婉婉喂，他刚要拒绝，眼角余光却瞥见顾四微微滚动的喉结，瞬间想起楼上那个令人心悸的吻，生怕他不高兴又来一次，嘴唇现在还火辣辣的疼。好，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字，捏着筷子抖抖索索地夹起一块水晶虾饺。不料虾饺刚到他唇边，顾四却突然握住他的手腕，就着他的手将虾饺送进自己嘴里，舌尖还若有似无地扫过他的指尖。婉婉喂的真甜。顾四含糊不清地说着，眼底漾着笑意。你故意的。沈念之羞愤交加，要去抢他面前的碗，却被他牢牢箍在腿上，动弹不得。终于吃完饭后，沈念之便从他腿上弹跳起来，头也不回地冲上楼，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。顾四看着那扇紧闭的门，眼底的笑意无奈又宠溺，转身进了书房。沈念之在房间里踱步，心烦意乱间，忽然想起风离的话，他的手机还在顾四那儿。他咬了咬唇，在原地纠结片刻，最终还是深吸一口气，转身走向书房。门虚掩着，他犹豫了一下，直接推门而入。书房内，顾四正坐在电脑前，金丝眼镜架在高挺的鼻梁上，镜片后的眸子专注地凝视着屏幕。暖房的灯光勾勒出他深邃立体的侧脸轮廓，衬得他整个人清冷又金贵，散发着一种禁欲般的气息。沈念之看得有些失神，心脏没来由地漏跳一拍。明明这张脸看了10几年，可每次见他这副模样，还是会不自觉地沦陷。看够了，顾四忽然开口，目光从屏幕上移开，落在他身上，唇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。沈念之猛地回神，脸颊瞬间烧了起来，结结巴巴地解释。我是来拿手机的。顾四摘下眼镜，随手放在桌上，朝他伸出手，嗓音低沉而磁性：过来。沈念之警惕地站在原地，丝毫不敢上前。你先还我手机。顾四轻笑一声，靠在椅背上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。过来，我就告诉你手机在哪。一番权衡后，他还是不情不愿地挪了过去。然而刚一靠近，手腕就被顾四一把扣住，整个人瞬间跌坐进他怀里。顾四，他挣扎着要起来，腰肢却被有力的手臂牢牢箍住。手机在我房间。顾四低头凑近他耳边，但现在不能还你。为什么？沈念之瞪着他，他的指尖在沈念之细嫩的手腕上轻轻抹撒，似笑非笑。万一你又给爷爷奶奶告状，说我欺负你怎么办？谁让你那么过分？沈念之气得咬牙，这就叫过分？他低笑，指腹暧昧地蹭过沈念之的唇瓣。那婉婉以前骑在我脖子上撒野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我过分？那能一样吗？沈念之羞恼地推他，那时候你是我哥哥，现在就不是了。顾四眸光一暗，扣住他的后颈，迫使他与自己对视。婉婉今天可是连名带姓的喊我，连声哥哥都不肯叫啊。顾四捏住他的下巴，不容抗拒地抬起，嗓音低沉而强势，别想着打电话向谁求助，你是我养大的，这辈子只能是我的，我才不是你的。沈念之耳根发烫，却依旧倔强地反驳，怎么不是？
顾四低笑，指腹再次擦过她的唇，我们一起睡过，还亲过。我什么时候和你睡过了？你污蔑我。顾四挑眉，慢条斯理的提醒：16岁之前，你最喜欢黏着我，不是吗？半夜做噩梦，是谁抱着枕头钻进我被窝，抱着我不撒手的？沈念之瞬间语塞，脸颊爆红，那是事实，无法反驳。可现在却成了他拿捏自己的把柄。那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顾四凑得更近，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耳畔。游泳时那次，是谁主动舔的我？那个意外的瞬间猛地撞入脑海，他只是不小心扭头，唇瓣不经意碰上，本能的舔了一下。那是意外。他结结巴巴的辩解，脸已经红得能滴出血来。可那是我的初吻。顾四指腹轻轻按在他的唇上，眸色渐深，一个吻而已，婉婉不必斤斤计较。我说过会给你时间，现在乖乖的。沈念之呼吸微乱，被他灼热的目光逼得无处可逃，最终只能羞恼的偏过头，从齿缝里挤出几个字：知道了。顾四这才满意的轻捏了下他的脸颊，嗓音低沉温柔：乖，陪我待会儿。沈念之撇撇嘴，小声嘟囔：无聊。顾四低笑，将一旁的平板递给他，那就玩会游戏。他扭动着想从顾四怀里下去，可他的手臂如铁钳般牢牢箍着他的腰，根本挣脱不开。他气鼓鼓的瞪他一眼，最终只能放弃，索性将全身的重量都靠在他怀里。不得不说，他的怀抱宽阔温热，身上那股清冽的雪松香气，总能让他不自觉的放松下来。沈念之点开一个综艺，有一搭没一搭的看着，没多久眼皮就开始打架。你好了吗？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声音软绵绵的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娇憨。我困了。顾四停下敲击键盘的动作，快速发送完文件后合上电脑。他低头看着怀里困得快要睁不开眼的小姑娘，眸光不自觉地柔和下来，伸手揉了揉她的发底。困了。沈念之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，脑袋下意识地往她温暖的胸膛蹭了蹭。好，我们去睡觉。他低声说着，直接将沈念之打横抱起。沈念之困得厉害，也懒得挣扎，任由他抱着自己往外走。可走着走着，他忽然察觉到不对劲。他的房间明明在走廊尽头，可顾四似乎没走几步就停下。他勉强睁开眼，入目却是全然陌生的环境，深灰色的床单，冷色调的装饰，空气中弥漫着独属于他的清冽好闻的气息。是顾四的卧室。沈念之瞬间清醒，挣扎着要从他怀里下来。你带我来你房间干嘛？从今天开始，你跟我睡。顾四稳稳地抱着他，径直走向大床，语气不容置喙。不行！他瞪大眼睛，立刻抗议。顾四垂眸看他，眼底是他无法抗拒的强势。不行也得行。他之前一直克制，是怕吓到他。可既然小姑娘已经察觉了他的心思，再伪装下去也毫无意义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他眼眶微红，声音里带了些委屈。以前是怕吓到你。顾四将他轻轻放在柔软的大床上，指腹轻抚他的脸颊。但现在婉婉既然已经发现了，那不管有没有被吓到，都必须待在我身边。他心跳如鼓，下意识往后缩了缩。你这是不讲道理。道理。顾四低笑一声，单手解开领口的扣子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婉婉，哥哥什么时候跟你讲过道理？他被逼得无路可退，只能抓起枕头砸向顾四，声音又羞又气。顾四，你混蛋！顾四轻松接住枕头，顺势将他压进柔软的床铺里，嗓音低哑的承认：我混蛋。所以婉婉最好乖一点，否则……沈念之浑身一颤，羞恼的推他：否则什么？顾四的目光幽深如潭，指腹若有似无的擦过他的唇瓣，声音蛊惑：否则哥哥就真的当一回混蛋了。沈念之被他牢牢压在身下，整个人都被他的气息包围着，他紧张的攥紧床单，声音都在发颤：你别乱来。婉婉在怕什么？顾四低笑，修长的手指轻轻拨开他额前的碎发，鼻尖几乎要碰到他的。哥哥说过会给你时间，就一定会等。那你现在是在干嘛？他咬着下唇，睫毛轻颤，只是想抱着你睡觉而已。顾四语气倏地变得无辜，就像以前一样。这哪里一样了？沈念之气结。以前他年纪小，不懂男女之别，可现在……顾四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，低声道：在你没准备好之前，我不会做什么。他轻轻吻了吻他的发底，睡吧。沈念之本以为会紧张的一夜无眠，可奇怪的是，闻着他身上熟悉的雪松气息，听着耳边沉稳有力的心跳声，那些抗拒与不安竟鬼使神差的消散了。他的怀抱温暖而安全，像一个坚固的牢笼，却又带着令人沉溺的温度。顾四垂眸看着怀里彻底卸下防备的小姑娘，眼底尽是温柔。他俯身在沈念之发顶落下一个轻如蝶翼的吻。晚安，我的婉婉。